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好，同学们看黑板，有一条直线是 L1，它是 y 等于 k1x 加 b1，还有一条直线是 L2，是 y 等于 k2x 加 b2。那么这样的两条直线怎么才能平行呢？我们先画一个图啊。这是 L1，这是 L2，这是互相平行的两条直线，非常明显，这两条直线的倾斜角是相等的，斜率呢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两条直线和 y 轴的交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截距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图就能够得到，如果两条直线的斜率相等，且它们的截距是不相等的，两条直线要错开，那么满足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会得到 L1 是平行于 L2 的，反过来也一样啊。那么这种呢是双推的，我们把它叫做平行的冲要条件。那么这种情况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两条直线的斜率都是存在的。那是不是所有的直线一定存在斜率？当然不一定，所以我们再研究一下。如果两条直线斜率都不存在呢，说明它们的倾斜角都等于90度，说明两条直线是同时垂直于 x 轴的。那么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依然是平行的，也就是 k1、k2 均不存在。那么也能够推出两条直线是平行的，但是呢，反过来是不一定的，并不是两条直线平行一定能够推出它们俩的斜率都不存在，所以只是单向的箭头。那么这种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充分不必要的条件。好，这是有关平行。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垂直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再探究一下，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 L1 直线，这是 L2 直线，它们两条直线是平行的。L1 直线的倾斜角把它叫阿尔法1， L2 直线的倾斜角它是阿尔法2啊。那么显然阿尔法2是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外角，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得到阿尔法2是阿尔法1加上90度。两个角相等，两个角的正切值就相等，tan尽它阿尔法2就等于tan尽它阿尔法1加上90度。那么我们学过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90度加的要变名称，变成cos尽它阿尔法1，而且呢，即便我不变，符号看象限，很显然它是负的。我们还知道正切和余切是一对互为倒数，所以cos尽的阿尔法1，它就是tan尽的阿尔法1/1。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直线的倾斜角，它的正切值就是直线的斜率，等于负的。阿尔法1是 L1 的倾斜角，它的正切值是 L1 直线的斜率，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当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时候，它们斜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互为负倒数。k2 等于负的 k1/1，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k1 等于负的 k2/1。那么最漂亮的写法就是区分母，两边同时乘以 k1 乘以 k2 等于-1。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 L1 和 L2 就是垂直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个呢，它也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两条直线的斜率都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还存在它们的积等于-1。我们就说两条直线垂直，两条直线垂直反过来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直线都存在斜率？当然不是了。那么如果有直线不存在斜率，它有垂直的可能吗？当然有L1 直线它的倾斜角是90度，它的斜率就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如果 L2 是这条直线平行于 x 轴，
或者落在 x 轴上，那么它的斜率是0 ，L1 直线斜率不存在，这样的两条直线也是互相垂直的。也就是一条直线斜率不存在，另一条直线斜率恰好为0，那么这样的两条直线也是互相垂直的。但是反过来推，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就一定是一条直线的斜率不存在，另一条直线的斜率为0吗？这个不一定它是单向的，所以呢是充分不必要的条件。好，我们探究完了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结论两条直线是平行的L1 L2 是两条直线，那么就得做到斜率存在，而且呢斜率相等截距不等就平行，互相推充要条件。如果两条直线斜率都不存在，我们刚才研究过了那么它也是平行的，充分不必要。垂直的时候呢，如果斜率都存在，斜率之体是-1，双推的互相垂直充要条件。如果一个不存在，一个是0，那么它也是垂直的，但是呢是充分不必要的条件。好，这个是我们研究直线位置关系的根本也是最朴素的道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我们有了刚才研究垂直和平行的那个根本的条件实际上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经常遇到的直线方程是一般式。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换一种方式给大家研究一下。直线 L1 它是这个形式的 A1 不同时为0一般式。直线 L2 呢也是一般式，它不同时为0就可以了，就是保留一个未知数。那么它平行的充要条件，我们得到的是这个。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刚才我们得到的基本的那个关系由它得来的。首先呢，我假定 A1、B1 都不是0所以呢，我要把 L1 直线变化一下 ，A1x 加上 B1y 加上 C1 等于0。我把它变成刚才我们研究的斜截式的样子。所以呢是 B1y 等于负的 A1x 减 C1。如果 B1 不等于0的话，那么 y 就等于负的 B1 分之 A1 倍的 x 减去 B1 分之 C1。所以呢，它就是 K， 这个呢就是 B， 它叫 K1， 它叫 B1。同样的道理。L2 这条直线A2x 加上 B2y 加上 C2 等于0，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斜截式，得到 y2 等于负的 B2 分之 A2 倍的 x 减去 B2 分之B2 分之 C2， 它显然就是 K2， 它显然就是 B2。那由于刚才我们研究过了，斜率相等，截距不等，两条直线是平行的，所以斜率相等就是负的 B1 分之 A1， 它等于负的 B2 分之 A2， 负号约掉了，且负的 B1 分之 C1 不等于负的 B2 分之 C2，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推出 L1 跟 L2 是平行的，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把它化简一下，负号都约掉了，交叉相乘，也就是 A1B2 等于 A2B1， 且负号约掉，交叉相乘 B1C2 不等于 B2C1， 我们就能够推出两条直线是平行的，反过来也一样刚才我是假定 B1 不等于0，把它除过去了。当我变成这个式子以后，那么 B1 等于0是没有关系的，是无所谓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判断两条直线平行的充要条件。也可以说呢，对应系数两条直线它们对应系数的比值相等，后半部分的对应系数的比值不等，那么两条直线也是平行的。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道题，这个是最常用的。例题一，直线 2x 加上 m 加1倍的 y 加上是等于0，直线mx 加 3y 减2等于0，它们俩是平行的，让我求 m 的值，我们就根据这个道理去做。怎么做呢？有的同学说，老师你这字母太多，我不太好记，你可以这样来记啊，你就把它们对齐。2x 加上 m 加1倍的 y 加上是等于0，另一条直线是 mx 加上3y， 然后是减2等于0，我给它对齐了写。怎么才能做到它平行呢？你用比值相等，比值不等，但是你不知道 m 是不是0啊，所以呢，我们就用下边的这个式子，也就是这个口诀叫做交叉等，交叉不等。x 的系数和它的系数2乘以3等于 y 的系数和 x 的系数 m 倍的 m 加1，这就是交叉等啊，它俩相乘，且交叉不等啊，连接号都是加号嘛，所以符号是归自己的。它们俩相乘是-2倍的 m 加1，不等于它的参数乘以它是12，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推出 L1 和 L2 是平行的，反过来也一样。好，我们算一下。所以当你记住口诀交叉等、交叉不等以后遇到这种题啊，你不知道，不需要讨论它那个字母是不是0，你就给它对齐了一写，按照交叉等、交叉不等就可以了。这个呢，2乘得6等于 m 方加 m， 所以呢 m 方加 m 减6等于0， m 加3乘以 m 减2等于0，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所以 m1 等于-3， m2 就等于2。还有一个不等呢，你要保证截距是不一样的呀，不然的话两条直线是重合的，两边同时除以-2 m 加1就不等于-6， m 是不等于-7的，的确没有等于-7，所以 m 的值它就应该是-3和2，好，那么这道题就选C，这是平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研究我们再做一道题。已知直线 L1、L2， 如果两条直线平行，让我们求这个字母的值。这个字母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比值相等，对应系数的比值相等去解决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字母是不是等于0所以呢，比值的形式它能不能做分母我们不知道。还像刚才一样 ，L1 直线是 ax 减 y 减1等于0，另一条直线是 ax 减去 a 减2倍的 y 减1等于0，我给它对齐了写。然后要想平行就交叉等，注意连接号是加号，符号都归自己。交叉等 a 乘以负的 a 减2等于它俩相乘 a 乘以-1，且交叉不等，它的系数是-1，-1乘以-1不等于它们俩相乘-1乘以负的 a 减2好，符号拿出来和它约掉，变成 a 方减 2a， 把 a 移过来，减去 a 等于0，a 方减 3a 等于0，a 倍的 a 减3等于0，
所以 A1 是等于0的 ，A2 是等于3的。右边呢，这是正一，它俩一相乘，这是 A 减2，这是不等，所以 A 是不等于3的。你看，也就是当 A 等于3的时候呢，它们既斜率相同了，截距也相等了。所以满足这个还得满足这个，那么最后 A 得到的值就是 A 等于0啊。所以要记住口诀：交叉相等，交叉不等。好，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啊。下边的这个题呢，是这样的：以这两条直线啊 L1、L2，问 A 等于2是这两条直线平行的什么条件？还是像刚才一样 ，ax 加 4y 减1等于0，另一条直线是 x 加上 ay 加2等于0。如果两条直线是平行的，我会有什么结果呢？交叉等 a 方等于4，还有交叉不等8不等于负 a， 那么 a 是等于正负2的，且 a 是不等于负8的啊，交叉等，交叉不等。那么 a 等于2是它的啥条件呢？显然，只要做到 a 等于2，两条直线就一定能够平行。但是两条直线要平行，反过来 a 不一定等于2，它也可能等于负2。那么应该是充分不必要的条件啊，应该选 A。这是有关两条直线平行，要记住口诀，通常是一般式给它对齐着写，交叉等，交叉不等啊。比值的形式为什么不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字母或者含有字母的代数式是不是0，它有没有资格占分母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垂直的重要条件。刚才呢，我们写成斜截式的两个方程，在研究垂直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当两条直线的斜率之极等于负1，或者是两条直线的斜率是互为负倒数的时候，那么这两条直线就是垂直的。如果呢，给我的直线是一般式的方程，那么我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快速的就知道两条直线是垂直的呢？L1 直线它是 A1x 加上 B1y 加上 C1 等于0，我还是把它变成斜截式 B1y 等于负的 A1x 减去 C1。y 呢等于负的 b1 分之 a1x 减去 b1 分之 c1， 很显然它是 k1， 截距 b 没有用，我们就不考虑它。同样道理 ，L2 这个方程，它一定是 y 等于负的 b2 分之 a2 倍的 x 减去 b2 分之 c2， 画成这个样子，这个是 k2。那么两条直线的斜率之极，也就是负的 b1 分之 a1 乘以负的 b2 分之 a2 等于负1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推出它们是垂直的，反过来也一样。所以分母乘以分母 b1 b2 分之 a1 a2， 它就等于负1。a1 a2 就等于负的 b1 b2， 那么 a1 a2 加上 b1 b2 等于0，我们就能够推出两条直线是垂直的，反之亦然。这个就是重要条件。写成这种式子呢，刚才我是假定 b1 和 b2 不等于0。但是写成这种式子以后 ，b1 和 b2 是不是0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不用去讨论它是不是等于0的问题，
你就只要满足这样的式子，它一定就是垂直的。垂直它一定就有这样的式子存在。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练习。他说 M 为何值的时候，这样的两条直线是互相垂直的。我的习惯是把两条直线对齐了先。mx 加上 8y 加 n 等于0。2x 加上 my 减1等于0啊，它的考诀是什么呢？对应系数的极相加等于0，两条直线就垂直。对应系数的极 2m 加上 8m 等于0，那么两条直线就是垂直的。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 8m 等于0，m 等于0，那 n 呢 ？n 没有要求，随便 n 属于 r， 我们就推出 L1 是垂直 L2 的，反之也一样。好，这个呢就是垂直的重要条件啊，把它两个一般式的方程啊对齐了写，然后呢对应系数的极相加等于0就垂直，反之亦然。用这种办法去解决问题，非常的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道题。下一道题是给了直线 L1 蛮复杂的一个式子，又给了一条直线 L2， 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让我求 m 的值怎么办呢？这个就是 x 减去3y， 然后减去5等于0，它呢可以把它移过来，但是我们用不上，我们只是 x 的系数相乘 2m 方加 m 减3乘以1就无所谓了，加上 y 的系数相乘，也就是负3倍的 m 方减 m。前两项 x 的系数和 y 的系数啊，对应系数的极相加等于0，我们就能够推出两条直线是垂直的，反过来也一样。好，2m 方加 m 减3减3m 方加上3m 等于0。负 m 方加上4m 减3等于0，m 方减4m 加3等于0，m 减1乘以 m 减3等于0，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所以 m1等于1，m2等于3。啊，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得到这个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边值得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到的这个结果必须要检验。比如说，我把 m 等于1带到式子当中啊，带到 L1 当中 ，m 等于1，1的平方还是1，这是2，2加1是3，减是0，这项没有了。m 等于1，1减1是0，这项也没有了。左边就是0，右边呢，它是等于3，0是不等于3的，也就是你求出来的这个 m 的值。L1 直线当 m 等于1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最后我们求出 m 的值，只能保留 m 等于3。当然，你把 m 等于3带到这里边检验一下，它是可以的。通过这道题呢，就告诉大家啊，你呢求出来的字母的值一定要检验，千万不要忘记了检验。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道题。
大家看黑板我们再看一道题。下一个题是已知直线 L1、L2， 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让我们求那样一个代数式的最值题呢就发生了一点小变化，还是像刚才一样我把两个方程对齐了写，这是 3x 减去 b 加1倍的 y 加上5等于0。如果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x 系数的积3倍的 a 减4加上 y 的系数的积，负的乘以负的是正的，3倍的 b 加1，它们应该是等于0的，满足垂直，对应系数的积相加等于0，3a 每项都除以3，a 减4加上 b 加1就等于0。a 加 b 是负3，移过去 a 加 b 就等于3，我们得到了 a 加 b 的定值。题中让我求 a 分之2加上2b 分之1这个代数式的最值，当然要选用均值不等式。它符合什么项呢？ a 加 b 的项，需要及时定值，可是没有及时定值，那我们就巧用3的变形。a 分之2加上2b 分之1，我给它乘以 a 加 b， 相当于多乘了一个3，在前边再除一个3，那么它就变成1/3倍的分配率，这是2加上 a 分之2b加上2b 分之 a， 然后再加上1/2，所以最后呢是1/3，这是2/4，2/5加上 a 分之2b 加上2b 分之 a， 那么变成5/6加上1/3倍的 a 分之2b 加上2b 分之 a。任何两个正数的和a 大于0 b 大于0它们俩都是正的。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和5/6没关落下来，和1/3没关落下来，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约掉了，恰好是1所以呢它是2/3 4/6， 6/4加6/5，6/9，用3约2/3 6/9，2/3，所以它的最小值就是2/3。等号存在的条件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当切近当 a 等于 b， 我在这儿用的均值，也就是 a 分之2b等于2b 分之 a， 还要结合 a 加 b 等于3，即我们要把相应的 a 和 b 的值求出来，这是4b 方等于 a 方。2b 就等于 a， 因为它们都是正数，直接开方取正的就可以了。a 加 b 是3把 a 换成2b，3b 等于3，b 就等于1，a 就等于2，这个时候它就取到等号了，就得到这个最值了所以呢题型有点小变化。好，我们再最后这一道题。这道题呢又有了一点变化，大家看一看。这道题呢是说一般的我们先看上面的这个，一般的给了一条直线 L1， 一般是
，A1B 不全为零 ，L2也是一般式 A2B2 不全为零。当它们俩对应系数的对应这个交叉的极不相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两条直线是相交的。刚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平行和垂直平行是什么？平行是交叉等，交叉不等就平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再推广一点说一下相交，也就是当两条直线我们给它对齐。A1x 加上 B1y 加 C1 等于0 ，L2 是 A2x 加上 B2y 加 C2 等于0。平行呢是交叉等，交叉不等。那么不平行在一个面内，两条直线不平行，那就是相交。所以呢，不需要考虑积距，只需要考虑交叉不等就可以了。A1B2 不等于 A2B1 移到同一侧，也就是 A1B2 减去 A2B1 不等于0的时候，两条直线不平行，那它们就是相交的。所以这道题呢，你看第一条直线是 3x 减去 k 加2倍的 y 加上 k 加5等于0，另一条直线是 kx 加上 2k 减3倍的 y 加2等于0。我的习惯就是把它们对齐了写。那它俩现在相交了，我们就只需要考虑交叉不等就可以了注意连接号是加号，负号要归系数自己留着。所以呢既然是相交，我们就会得到3倍的 2k 减3不等于它们俩的极负的 k 倍的 k 加2， 6k 减9加上 k 方加 2k 不等于0， k 方加上 8k 减9不等于0， k 加9乘以 k 减1是不等于0的，所以我们只要求 k 是不等于负9，或者是 k 不等于1的时候，两条直线就是相交的所以 k 不等于1 ，k 不等于负9。那么这道题我们是应该选 B 的。k 不等于1 ，k 不等于负9，我们是应该选的。好，有关平行和垂直呢，我们这节课就都给大家讲完了。要记住，常用的都是一般式给出的方程，两个方程对齐了写。垂直是 x 和 y 对应系数的极相加等于0，那么就能推出两条直线是垂直的。反过来也一样，它是个充要条件。如果是平行呢，就是 x 和 y 对应系数不是对应系数，是交叉等，交叉的极等。然后和常数的交叉的极不等，两条直线是平行的，反过来也一样，也是个充要条件。然后相交呢，就是和平行正好是反着的交叉不等就平行就相交。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两条直线的平行、垂直和相交。